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人人都想长寿，在你的眼里，一个人是否能够长寿跟什么有关呢？运动与否，吸烟与否，喝酒与否，还是作息早晚，饮食咸淡，喝水多少？有科学家研究发现，人类长寿的主因与我们通常认知的饮食习惯、作息规律、运动形式等都无关。长寿的关键因素是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好的人更长寿。美国的两位心理学教授佛华德·弗里德曼和莱斯利·马丁，经过20年的研究，从研究对象各种各样的生活习惯中，总结了一些影响人类寿命的决定性因素，并发表《长寿工程》一书。该书列出了长寿关键要素的排行榜。然而，让人们吃惊的是，书中列出的决定人类寿命6大因素中，人际关系竟然排在了第1位。要进行归纳，饮食运动还只能被归到第4或者是第5位，连前3都排不上。可为什么会将人际关系摆在第1位呢？我们先来看一些科学家们的研究。排名第1，人际关系。哈佛大学医学院一项对268名男性进行跟踪调查发现，一个人生活真正重要的就是和别人的关系。一项来自澳大利亚的研究发现，社交广泛的人比缺乏朋友的人平均多活10年。英国伦敦大学研究也发现，无论内心是否孤独，只要没有社交，就会增加老年人死亡的风险。相反，人际交往可带来好心情，能增寿。这是因为人际关系不好或稀缺，人就缺少了可以倾诉的对象，缺少社会的支持和认可，精神压力容易增大，陷入了负面的情绪，从而加大炎症和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美国墨西哥大学的研究人员经多年的调查发现，成就感强的老人更容易获得长寿。有些老人退休后会产生很大的心理落差，觉得自己老了而无用，不再被他人所需要。这种负面的心理状态对健康十分的有害，这就需要建立适当的成就感，而成就感源自身边亲朋，所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很有必要。排名第2是性格特征。研究发现，在性格方面，100岁老人有3大的共同点。其1，生活态度积极；其2，责任心强；其3，积极地看待衰老。排名第3是职业生涯。据研究，人们临死前最后悔的事就是过劳工作，既破坏健康又得不到应有的回报。第4位是生活细节，保持足够的睡眠和美满和谐的夫妻生活，以人为善，多点宽容，保持年轻的心态。第5名，戒除不良习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和延年益寿，应该积极地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第6名，以健康者为伍。朋友的生活习惯会直接地影响你的生活习惯，要想健康，就应该经常和生活方式健康的人交往。此外，多位诺贝尔奖得主的长寿秘诀，最主要的也不是运动或戒烟戒酒，他们有2把更为重要的金钥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诺贝尔奖得者的长寿金钥匙。1. 乐观，生活有目标。如果你想高寿，也许还可以从诺贝尔奖得主身上找答案。英国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诺贝尔奖得主普遍长寿，平均寿命达 77.2 岁。据美国读者文摘报道，200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伊丽莎白·布莱克本、卡罗尔·格雷德和杰克·绍斯塔克总结出几把延缓人类衰老的钥匙，帮你开启长寿大门。1. 长寿的金钥匙，乐观。人要想健康活到100岁，心理平衡的作用占 50% 以上，合理膳食占 25%， 其他占 25%。
专家认为，心理平衡的作用超过了一切保健措施和保健品的总和。谁能保持心态平衡，就等于掌握了身体健康的金钥匙。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也强调，保持良好的心态状态，一是要乐观。研究者希拉里·严德尔博士指出，乐观是重要的保护伞。这种人有强大的社会网络，并能够很好的处理压力。2. 压力激素会伤身体。现在的医学发现，癌症、动脉硬化、高血压、消化性的溃疡等人类65%到90%的疾病与心理的压抑有关。因此，这类病被称为是新生性的疾病。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曾刊登过来自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小组关于心态与长寿这方面的数据分析，其中涉及2项研究。一项研究以7万多名58到86岁的女性为主体，进行了10年的随访；另一项研究以1429名41到90岁的男性为主体，进行了30年的随访。最后，研究人员发现，在这些女性中，心态最乐观的群体比心态最不乐观的群体寿命平均长 14.9%。心态乐观的男性比心态最不乐观的男性平均长 10.9%。 这些数据还显示，乐观的心态有助长寿。心态特别乐观的女性比心态悲观的群体活到85岁以上的几率高 50%， 心态乐观的男性的几率高出了 70%。 心态乐观的人更长寿。2. 长寿的第2把钥匙，生活有目标。除了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还要有生活目标。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生活里有明确目标以及计划的老人，死亡率比其他老人降低1半。无论是远大的目标，还是旅行、读书、笔记等近期的目标，只要生活拥有了目标，生存的优势就更大。目标能够激发活力。英国科学家在40到90岁的人群做了一个7年的追踪调查，结果发现，没有明确生活目标的比有明确生活目标的病死或者自杀的人数足足高出了1倍，患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数也多出了1倍。医学上也早有发现，人退休后因人生目标突然的消失，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状况均会急剧的下降。如果你没有目标，死亡变成了唯一的目标，那么隐藏在你潜意识里的自毁机制就会悄然的启动，让你的身体每况愈下。如果有目标，就会有积极的心态，努力的去寻找实现目标的途径，会勤于用脑。科学家们发现，勤于思考的人的脑血管经常的处于舒展的状态，从而保养了脑细胞，使大脑不过早的衰老。要注意的是，目标一定要切实可行，否则会起副作用。目标不一定要大，学习唱歌、组织旅行等都可以是目标。最后，让大家都能够保持乐观的心态，拥有健康的体魄。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制作视频不易，朋友们，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